注意看，这个女人从怀里拿出一张纸鱼，随后她将其放进了水盆，下一秒竟变成了一条鲜活的鲤鱼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这个自称相婆的女子来到村子，用手帕向路人讨要水喝。路人半信半疑地将水倒在了手帕上，神奇的是手帕竟然滴水不漏。当他喝完，手帕居然还是干的。为了答谢对方，相婆拿出一张纸鱼，随后将其泡在了水里。下一秒，纸鱼竟变成了活鱼。围观的村民无不拍手称奇。趁着村民们都在兴头上，相婆表示要展示自己的神力，随后来到一旁的空地，在周围画了个圈，随后四周竟燃起熊熊烈火。紧接着，相婆突然消失不见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个大婶突然发现自家的孩子不见了。恰好此时，秀英发现相婆正和小孩在一旁的大树下，于是众人就认定相婆是人贩子，想要将其赶出村子。临走前，相婆对秀英说道：“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孩子，那么就来后山找我。”随后他便离开了。夫妻俩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，而是转身走进了观音庙。原来秀英此次进庙是为了求子，她与丈夫万兴成亲多年，却未能怀上一儿半女，于是她将希望都寄托在观音菩萨的身上。就在此时，菩萨突然显灵，此时双击留下一句“有求必应”，新的一年必定心想事成，事事顺心。菩萨显灵点化的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这让秀英再一次失望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来到后山，进入山洞找到了相婆。相婆知道她一心求子，于是便交给她一张符咒，告诉秀英只要将符咒贴在家里的天公炉上，1年后她便会去喝孩子的满月酒。秀英按照相婆的指示做，没过多久便怀上了孩子。丈夫得知后欣喜万分，最终秀英生下了个可爱的女儿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符咒贴在家里，丈夫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。然而秀英却忘记要请相婆喝孩子的满月酒了。没想到相婆却不请自来，表示要收回符咒。可是秀英却不愿意，因为她还想再怀个儿子，给丈夫传宗接代。相婆警告她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能有个女儿已经很幸运了。况且如果不收回符咒，也会折损相婆自己的寿命跟运势。说完，相婆一把将符咒接下，而秀英却不死心，不愿意将符咒归还。而这一举动也惹怒了相婆，直接出手掐向了秀英。万兴听见动静走了出来，连忙将妻子护在身后。而此时的秀英还想隐瞒自己是用符咒才怀上孩子的，气急败坏的相婆再一次冲向秀英，最终符咒被两人撕成2半，而相婆也因此遭到反噬。最终相婆和秀英的女儿双双离世。看来做人还是不能太贪心呢。